恭喜主人获得随身药泉空间。什么情况？我获得了一个可以随意进出的药泉空间？我这是在哪儿？哎，姑娘，你醒了。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姑娘别怕，姑娘你不认得我，你昨晚昏迷在路边，是我家主子救了你。我是侯爷的婢女，名叫古瑶，叫我阿瑶就好。头好疼，我穿越了，还成了古代一个无父无母，带着瞎眼弟弟相依为命的农家女。因为性格懦弱，昨天被人欺负，差点被婆婆打死。姑娘，不知你家侯爷在哪儿？我想谢谢他。姑娘不必在意，我家主子交代了，若姑娘醒来，去留随意，不必言谢。姑娘多注意休息才是。刚穿越就搞得一身伤，家里还有一个瞎眼的弟弟，这简直是噩梦开局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恭喜主人获得随身药泉空间。什么情况？我获得了一个可以随意进出的药泉空间？这池子里的水是药泉，可以延年益寿，治病消灾。有了这个能随意进出的药泉空间，我就能活下去了。哎，伤口怎么不见了？这药泉连外伤都能治，那岂不是我弟弟的眼病也能治好？我要去找我弟弟。废物！你姐姐是贱种，你这个瞎眼的弟弟更是连贱种都不如，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把你爸妈留给你们的祖宅让出来。我姐姐不是贱种。死瞎子还会流眼泪？妈，咱们用沙子把他眼睛给封死吧，我看你还怎么流泪。不要欺负我弟弟。姐姐是你吗？哟，堂妹呀，没想到你还没死，你这个贱种！正好，今天呀，送你们两个一起上路。哎呦，还敢躲！别打了！沈家妹子，他们两个好歹是你的表亲，你天天这么对待他们，我这做邻居的都看不下去了。是呀，真是的，这是家母女咋这么这样？哎呀，王家姐姐，实在是这两个孩子太调皮了些。我这身为舅母啊，替他们父母管教管教啊，用鞭子管教不大合适吧？这要传出去，万一惹得邻居误会，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你们呀，就先回去吧，我不打他们了啊。没事了，小倩。小小年纪，弟弟就受尽苦难，不过有姐姐在，凭借刚刚获得的药泉空间，我完全可以养活弟弟。明天就带着弟弟离开这里，边找赚钱的路子，再用空间的药泉慢慢给弟弟治病。你好，小姑娘，看病还是抓药啊？老爷爷，我此番前来倒不是来看病抓药的，而是想来您的医馆找一份工作。不知道您的医馆最近是否招人呢？我开医馆的得对病人负责，招一个年轻女孩，怕是别的病人都不敢来我这里瞧病了。你们若是没有别的事儿，就请离开吧。走吧。阿姐，你怎么会想到去医馆做工啊？难道你还会医术？小倩，姐姐的确会一些医术，以后你的眼病让姐姐给你治，姐姐一定能给你治好的。有可治百病的药泉，本以为能在医馆工作，看来是行不通了。哟，这不是小景小千吗？大中午的在这里做甚？王爷，我是想带着弟弟出来找份工作的。哎，小景，你年纪轻轻便要背负这么多，也真是难为你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俩都还没吃什么东西吧？小景，
你带着小千一起来我家吧，王姨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小景、小千，到了王姨家千万不用客气，来吃。谢谢王姨。我记得我的药泉空间里有一片田地，也不知道能不能种一些粮食，这样以后就算没有工作，起码不会饿到弟弟。哎，小景，你一直盯着王姨家的花草看，莫非你对种地感兴趣啊？这些年呢，我们家包了好大一块地，除了粮食和蔬菜，也会种些药材。因为是肥田，收成很是理想。这些药材价格也很高，找了一些稳定的客源，一下就发了家，这才建了这宅子。对呀，种草药，然后卖钱。我有神奇药泉空间，这条发家致富的路子，我也可以借鉴啊。小千，我想到赚钱养活我们两个的好方法了。小景，你可是想到什么了？我刚刚听了你和叔叔的发家之路，我想着自己舅舅家那边肯定是没依靠了，但我可以向叔叔学习，也去种地，这样总不会出错了吧？对呀，后山还有一些荒地呢。我给你拿些种子和农具。给。谢谢你，王姨，这些种子算我借你的，以后我一定还。哎，王姨可不要你们还，我是希望啊，你们姐弟俩过得好一点。也不知道这药泉空间到底能不能长出来粮食。算了，就当试试吧，反正荒地那边已经开垦出来了。这怎么这么快就长出来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药材？是药泉，药泉水不但能治病，还能让种子快速生长。看来以后可以利用这灵田去改善我和弟弟的生活了。堂妹，想在后山种地摆脱我们？哼，做梦！我现在就把你天天浇地的溪水下砒霜！哼，毒死你这个小贱人！小景、小千，王姨今天尝试着做了好些新式的点心，快来尝尝王姨的手艺。谢谢王姨。哎呦，小青，你弟弟小千他这是怎么了？中毒了，是剧毒。中毒？这好端端的怎么就中毒了呢？我们刚刚去了一趟荒地，一路上都没吃任何东西，怎么就突然中毒了？水，只怕问题出在这水上。砒霜，王姨，这茶水从何而来？村里的溪水啊，村民们喝的都是这条溪水啊。王姨，你快通知村里人，我怕是整条溪水都有剧毒，应该是有人故意投毒。我今早去取水时，看到不少村民都在打水呢。这么说，他们取的水多半也是带毒的呀！哎呦，我得赶紧去告诉大家。言下之意是给小千解毒。对，药泉。弟弟，希望这药泉水能解你中的毒。果然，弟弟体内的毒全部都清干净了。现在恐怕整个村子不少人都中毒了。哎呀！大家别着急，毒很快就能解。小姐，你给我们喝的什么药啊？竟然这么灵验！真的好了，我现在肚子一点都不疼了。是小景救了我们，小景，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啊！他们姐弟俩现在还居无定所。小景，明天我给你开栋房子吧。婶婶今晚连夜给你做新被褥，我给你买新的锅碗，我给你买300斤粮食。谢谢大家。小简，查出来了，是李婉婉干的。他昨夜去了溪水边，偷偷在水里投了大量砒霜。有亲母必有亲女，这般恶毒之计，差点害死我们全村的人。咱们现在就去李家，打死他们的一家子祸害。走，咱们去李家。姑娘，请留步。姑娘，在下是村里的郎中，我刚去溪水查看了许久，村里的溪泉水中仍旧是含有大量的砒霜，这砒霜之毒啊，十分难解。老朽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方才听闻姑娘解了村里诸多人的砒霜之毒，不知姑娘可否有法子救救这溪泉？
没毒了，确实没毒了。小倩姑娘，你可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以后有什么需求，您尽管开口，我们尽量满足。林田里有不少的药材，或许能换钱。先生，收药材吗？收。这些草药都是你从山上采下来的？那收不收？收。这些草药极难寻得，且价值不凡，平常不过只能捡到1-2株，那也是上天眷顾的好运气。你竟然一下采了这么些？不知道这些药材能卖多少钱？我出这个数。10两。10两可买不来这些，我出100两。100两？100两啊，还是这些新鲜草药的价格。若能晒干，价格更高。谢谢叔叔。嘿，不用谢。以后啊，再有什么草药都可以卖给我，价钱啊，我按市面上最高的价钱给你。小景、小千，从今天起，你们再不用住你家牛棚了。那我们住哪儿？跟我来。王爷，这是……你救了全村人，这是村里凑钱给你们改的新家。从今以后，你们再不用看李家人的脸色了。不行，这太贵重了。小姐，你可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可不希望我们的恩人日后再遭受那家恶毒之人的苛待。这房子是你应得的。谢谢大家。要说谢呀，该是我们谢你才对。看看这房子可还满意啊？如今啊，这日子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最大的心病就是小千的眼疾了，喂了不少珍贵药材和药泉水，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原先呢，小千的眼睛是安好的，可不知道什么缘故，自打你娘去世，你爹失踪之后，小千的眼睛就患了恶疾，从此就失明了。这不了解眼疾的病因，我也实在无从下手啊。我儿子李俊在镇上的医馆当药童，我记得他之前来信说，有一位医术精湛的陆神医四处云游至此，如今啊，正在镇上一家医馆内坐诊呢。神医？李俊在信上说，这位陆神医啊，神通广大，医术了得，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正好李俊在那家医馆当药童许久，与馆内的人甚是相熟。明天你就去镇上找我儿子李俊。如果能见到陆神医，这或许是小千唯一的机会。姐，怎么了？怎么不走了？排队呢，这么多人，怕是日落之前都不见得能排完。小景、小千，李俊大哥，跟我来。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李大哥？这医馆人这么多，我怕轮到小千都不知道几时了。我这不是带你走后门吗？多亏你李大哥在这医馆待这么多年，还是可以有点优待的。古瑶姑娘，是你呀！我们主子上次从雪地里救下的那个姑娘，是吧？古姑娘，多谢你和你主子的救命之恩。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医馆啊？我家主子也是听闻了这神医在此坐诊的消息，前来拜访神医的。侯爷病了，他怎么了？抱歉，姑娘，这个我无法告知。主子，哇！这就是救我的那个侯爷，这也太帅了吧！这个就是你前些时日在雪地里救下的那个小农女。这么高冷，要不是古瑶的作证，我都怀疑是不是他救的我。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带着弟弟去看病吧。小姐，我们先进去吧。陆神医，我弟弟的眼睛……这位病人的眼疾怕不是天生的，应是人为。老夫大致瞧了一下，应该是尖锐之物刺入致盲的。
而且常年营养不良，导致了身体体质虚弱。万万没想到，原来自己的弟弟竟然是被人用尖锐的物品给戳瞎的。这一切定然是我那黑心的舅舅一家所为。这个仇，等弟弟的眼睛被治好，再报也不晚。那神医，我弟弟这病可有根治之法？这病积蓄已久，要想根治实属不易，一时半会儿怕是治不好的。陆神医，我就算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把我最亲的弟弟从阎王那拉回来。这病虽然难治，但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需要很多珍贵的药材、好生调理，辅助老夫的按摩针灸，便可保住性命。这上面写的正是药方，以后每天你们都过来做一次针灸。谢谢陆神医。这枸杞子、菊花、白芍，我的药泉空间里都是有的，可剩下的看来还是要去药材铺购买。我记得爹当年的药材店也在这镇上，可是被舅舅一家霸占之后，现在的掌柜已经是舅舅了。只要掌柜的不是舅舅，应该就能进。还好这里不是舅舅霸占的那家。请问姑娘需要抓什么药？掌柜，你看这纸上的药材，你店里可有的卖啊？您稍等一下，姑娘，这个我得去查一下。开元大哥，我们李氏药铺来了2位客人，看样子像是您的侄女苏小锦，还带着那个小瞎子。他去做什么？来抓药。看这方子像是治疗眼疾的。我这不是听说之前他跟你们家闹出了不少矛盾，我才专门来告诉你。哼，这个小丫头看来是想给他弟弟治眼睛，他害得我们家被全村人唾弃，还想买药治病，做梦！开元大哥，那我现在轰他们走。慢！哼，王二，传我的号令，现在召集镇上所有药店的商家，都不许卖给苏小锦药，越快越好。这，开元大哥，我们李氏能答应你，但是别家……你怕什么？老子可是药材商会的行首，谁要是不听我的，敢卖给那苏小锦一丝一毫的药材，老子就断了他的货源。是。哼，苏小锦这个丫头，我看你怎么跪在我面前求饶！哼。怎么样，小哥，有药吗？姑娘，你是叫苏小锦吗？是，怎么了？苏姑娘，你要的这些药我们店卖光了。卖光了？一味药都没有了吗？对，一味药都没有。苏姑娘，请吧。奇怪，怎么会一味药都没有？算了，去别家看看。大哥，你看这个药材有吗？你是苏小锦？抱歉，没有。抱歉啊，药都卖完了。这药材没有。奇了怪了，怎么那些老板总是先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就说药材没有了？这一定是我那一贯没好意的舅舅干的缺德事儿。走。掌柜的，这些无一不是年份大上好的灵芝，给你们药铺点优惠，按照市场价格给我1000两就行了。店家可否让我看一下？这位小哥，你这灵芝明显就是年份大的和年份小的掺杂着卖的。店家，这药材要是用错了，轻则伤身，重则害命啊！可是你却信口开河，这不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胡说八道！哪里来的野小孩？你什么都不懂，就在这里危言耸听。我可是苏家的，苏家药铺声名在外，怎么可能掺假？切，原来是舅舅那家药铺的，怪不得连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姑娘，你说的是真的？店家，我说的可是实话，你要是不信，随便找一个有一定医龄的老者看一看就知道了。
李郎中，这灵芝到底如何？我学了大半辈子中医，和各种各样的药材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虽然天黑有些看不清，可光凭气味，我就能断定大部分草药的年份。这些灵芝就是刚采摘2年的新货，没什么重要价值。这李开元竟敢骗我！来人！掌柜的，走，跟我去苏氏药铺讨说法。是。李开元，给老子开门！敢卖老子假药，你给我出来！开门，快开门！掌柜的，现在怎么办啊？快给他们退钱，赶紧让他们滚蛋！是。等等，把那个苏小锦给我找来，就说我有事找她。是。哎，姑娘，请留步。什么事？我家掌柜的唤您去一趟，还请您跟我走。不知道这次李开元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苏小锦也没看上去的那么好欺负。哦，小锦啊，你什么都不用问，我知道你想买药。我这药铺是这方圆几十里之内货源最齐的，你想要的所有药材我都会卖给你。不过，我希望侄女你能帮我个忙，只要你对苏氏药铺掺假药一事守口如瓶，我立刻派人带你去药库拿你所需要的药材，怎么样？这个李开元特意大费周章的把我叫过来，将弱点暴露在我面前，真不知道是慌乱所为还是愚蠢。既然他手上有我所需的药材，何不先答应他，先把眼下的难题解决了呢？好，我答应你。好，这是你药方上所需要的药材，拿去吧。多少钱？哎，都是自家人，不要钱。谁跟你是一家人？不过不要白不要。那就谢谢舅舅了。好，小千，我们走。哼！来，小千坐。小姐，陆世英去侯府看病了，还没回来，你们再等等吧。没事，李大哥。对了，你们这儿有什么监察商家的机制吗？有啊，行商司。哦。啊？嗯？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你刚刚说的监察组织吧。对了，李大哥，你说这侯爷得的是什么病啊？还需要陆神医亲自上门去看？是某种剧毒，陆神医是上门针灸去了。这侯爷甚是不易，之前中的剧毒余毒未清，侯爷在小镇的宅子里只能一边静养，一边寻找医治的办法。中了某种剧毒？中了什么毒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今日天色不早了，陆神医不在，今天的治疗只能作罢。我要带小千回去了。那要不我带你去侯爷家？这怕是会打扰到侯爷，不太方便吧？我还是明日再带小千过来吧。不会的，我相信侯爷会谅解的。你们既然来都来了，试试也不差。若是侯爷拒绝，我们再走也不迟。虽说侯爷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十分不好相处，你们总不能白跑镇上一趟，咱们赌一把，说不定运气好呢。劳烦小哥。你好，请问陆神医在吗？陆神医，他们是找你的吗？是找我的，进来吧。先让李俊和小千去前厅候着。小锦呢，你略懂医术，跟我来。侯爷这是病发了，每次发病啊，咳得厉害，喘不上气来。这病啊，治好容易，复发也容易，棘手得很，真是怪呀。咳嗽、喘不上气、易复发，是不是和哮喘有点像？侯爷可时常觉得胸闷气促，咳嗽多发生在夜间。那是否伴有鼻塞、流鼻涕、眼睛痒等情况？对。这病10成10是哮喘。陆神医，侯爷的病8成是哮喘。哮喘？这是何病？我从未听过此病啊！坏了，哮喘是现代人的叫法，古代好像是叫上气。这是我自己瞎起的病名。
我小时候得过这种病，哦，我娘四处为我寻方子医治，但是治好了又复发，反反复复的。后来我娘从四处云游的仙医那儿寻得了一个秘方，按照这个秘方煮药之后，喝了一段时间便彻底好了。那你可还记得此方？依稀记得，但是不全，家中应该保留了秘方，等我回家找找就知道了。好，好，好，那我就等着苏姑娘的药方。侯爷大可放心，小女是不会害你的，毕竟我弟弟还在陆神医那儿医治呢。如若出了问题，你大可让陆神医不治我弟的病。是啊，侯爷，你大可放心。陆神医，你先去前厅给我弟弟针灸治疗吧，我还有事儿想跟侯爷说。好，那你们聊。那老夫就先去了。苏姑娘，还有事？请问我可以为你治疗吗？我的意思是，我得过这种病，也会医术，我肯定会给你治好的。为什么？因为您救过民女的命，小女无以报答，只希望用自己的医术全力医治好您。不必，你把方子给陆神医即可。晚些我会差人把银子给你送过去。没什么事，就请回吧。那打扰了。姐，喝水。小倩，你怎么自己走过来了？姐，我的眼睛恢复了不少，虽然仍看不清东西，但不过比以前可是好太多了。我看见姐姐在干活，担心你口渴，便出来寻你。你能看到我的身影？小倩一旦康复，我们姐弟俩的生活也终将来日可期。太好了，日子有盼头了。姐，你别哭，这些年所有的苦都让你一个人承受，是我不好。我本身为苏家的长子，这些年却毫无作为，而今……小倩，我本来就是你的姐姐，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明天我再去陆神医那儿好好禀告一番。请问陆神医在吗？苏姑娘，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找陆神医的。刚才去医馆，可陆神医不在医馆，听到里面药童说神医他在侯府，我实在等不及就找过来了。哦，这样吧，我先带你过去，等侯爷看完病，你再和神医好好说说。你看这样可好？好。这侯府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反倒有点幽静的氛围。这古代王侯显贵确实有所不同，貌似跟电视上不是很一样。侯爷，今日的调理就先这样。该死，他们怎么出来了？我躲还是不躲？算了，我又不是贼。再说了，我是来找陆神医的，我怕什么？经过这几日的调理，您的病症有所恢复，可是见效不大。这些时日，你可依照药方服药。他的病情还是恢复的不好吗？陆神医有所不知，本侯这也属于救急之症，只是服用几日，自然不会有太大效果。而今所做，也是想图个心理安慰罢了。果然是高处不胜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种病症放在现代自然不算什么事儿，但在这古代能力有限，可能这个侯爷已然将自己的病症视为不治之症了吧？苏姑娘，你怎么会在侯府？民女是来找陆神医的。苏姑娘，别在我面前耍这些小聪明，你这种纠缠本侯的行为实属讨厌之极。你莫非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这才屡屡往刀口上撞？我告诉你，本侯可以救你，也可以杀你。侯爷，这是什么话？民女纵然有千万种胆子，也不敢在您身边造次。侯爷，我相信苏姑娘的为人，她来找我，定是为她弟弟的病情。既然如此，如今也诊治的差不多了，稍后我就派佣人去你那边拿方子。哎，那您跟这位姑娘讨论她弟弟的病情吧。陆神医，刚才还好有您替我说话，不然小锦的项上人头可就不保了。
小锦呐，前些日子你在沈氏面前是尖牙利嘴，今天见了侯爷，周身锐气却使不出来呢。陆神医，你可不要打趣我了，刚才真是吓死我了，还以为可以躲避一下，却不成想这位侯爷还真是草木皆兵了些。小锦，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侯爷他可是远近闻名的宽厚仁良，他怎么会滥杀无辜呢？他刚才不过是给你个警示罢了。对了，你来找我是有何事啊？是小千，小千的眼睛能看见东西了。哦，这么快？不过还比较模糊，只能看见人的身影而已。我以为小千他有所恢复，最少也得100日有余，却不成想居然阴差阳错的倒有了这么好的结果。陆神医，小锦有一些话想对您说。但说无妨。小锦看你每次为小千针灸，就想起了过去每逢身体不适，娘亲就会为其拔陶瓷罐，您又是不太懂，这几日倒是有几分明白，这其中肯定有舒筋活络的作用。你继续说。自古以来寒气郁结，所困于心络。这些年小千跟着我受了不少苦，身体里积累了不少寒气，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久久不能缓解。神医可以采取热功，虽然冒险了些，但是却不足以威胁性命。你娘亲所用的陶瓷罐可是常见的材料？是用普通泥胚做的陶瓷罐，不过需要烧制，里面灌以火苗，从而产生吸附能力，可以借机排出体内寒气。哎呀，小锦呐，老夫还真是小看了你，只不过了解一些医理罢了。小千的病情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弟弟今生今世只能是个盲人了。小锦，你们姐弟2人居无定所，这样吧，你就把我当成伯父，把我当作你亲人，若愿意，你便做我弟子吧。你放心，伯父我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但可保你们姐弟2人衣食无忧，还是可以做到的。哎呦，谢谢陆神医，小锦何德何能得到陆神医如此相救，本就出身卑微，您可为舍弟救主已然感激不尽。而如今这般对我们好，小锦日后若有所成就，必然全力报答陆神医。起来，小锦，我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子，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那样任人欺凌。若有需要，直接到医馆来找我。近日侯爷身体状况不佳，我可能不常在医馆。这样吧，你每日忙完家中的事务，便来侯爷府找我，我一会儿向侯爷禀告清楚。姐姐，我给你做了些饭菜，快吃吧，趁热。小千，你几时竟然可以看清做饭的器具了？我虽然看不清，但是也能摸索清大致位置在哪里。再说了，我的视力已经恢复1大半了，自然也算是半个正常人。也对，姐姐都忘记了，你的视力已然恢复大半，只是万万没想到恢复得如此之快，实在是让人欣喜。也难怪这些日子忙得都失了些方向。小千，如果你的视力完全恢复了，就可以感叹你自己的容貌怎会生得如此好看。这个苏小锦为何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总是唯唯诺诺，如今怎么感觉似乎有些自信阳光一个女子在这无依无靠的处境里生存本就不易，她到底想隐藏着什么秘密？本侯怎会想到这些？不过是阴差阳错救了他一命，而今还是敬而远之才好。侯爷，您莫不是有什么事？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没什么，只是想到一些琐事。侯爷，您最近身体如何？侯爷，你怎么样？侯爷，属下听说这几日陆神医已然破例收苏姑娘为弟子，苏姑娘定然有些本事能力。只是侯爷您为什么不愿意试一试呢？不必再提，我与苏姑娘并未有其往来，本侯并不想将自身软肋放于他手。陆神医，快救救我家孩子！这位大娘，孩子这是怎么了？今日下午吃过午饭后便无故头晕，孩子一直说难受，可是居然身上发起了汗。如今城中传来有瘟疫的消息，恐怕这孩子真的染上了瘟疫也说不准。这孩子气息这么不稳定，周围的人还围得这么密集，你们到底是想救人还是想害人？大娘，你家孩子今天可有吃了什么东西？昨晚只喝了1碗米汤，今日斗米未进。李大哥，若只是普通病症，发作定然在6个时辰以内，可是这孩子病情恶化的时间就远超6个时辰，这恐怕是瘟疫。瘟疫！快走！小姐，若是得了瘟疫，是不容易救活的。瘟疫1年4季皆可发生，原因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自古非时之气必然会造成病患。或许
还有生机可循。好烫的体温，果真是瘟疫。这病在现代来说，不过是一些流行性传染病。哎，我空间里不是有相对应的药物吗？大娘，你不用担心。不过事到如今，您相信我，肯定有办法救你儿子的。这林田的药虽然基本全了，但是治疗瘟疫却少了一味迷迭草，这可是最重要的药引。但是我记得迷迭草在古代极其珍贵，除了在王侯将相的贡品中，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窥探到。我到底能在哪里寻求到呢？哎，桃木禅可是侯爷，自然会有迷迭草。他若可以屈尊降贵的赏赐，那么百姓便有救了。我就不信了，在天下苍生面前，他还能如此冷漠。一派胡言！自古瘟疫毫无破解之法，苏小锦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又怎会懂得这些？侯爷，我这就去救了苏姑娘。罢了，拿给他吧。本侯倒是想要看看，这苏小锦还能掀起大天不成？快快快，把这个给孩子喂下去。娘，我的儿，你总算醒了。苏姑娘竟然这般厉害！以前谁家得了瘟疫都是等死，再好的神医都是无药可救。她既然能治疗瘟疫，小锦，从没想过你这般厉害。师傅知道了，一定很欣慰的。李大哥，你不用再说这些了，快去救助别的病患吧。我知道了，你尽管去休息吧。你不照顾好自己，就没精力照顾你弟弟呢。侯爷，飞神已经打探清楚了。怎么说？苏姑娘熬制出了治疗瘟疫的药。本来一个快死的小男孩，在服用了这个药之后，竟然真的起死回生了。什么？每年都让城中大夫困惑不已的瘟疫，到她这样一个小姑娘的手中，竟这般容易得以解决。到底是我小看了她，还是这个女人本来就是深藏不露之人？哎呀，凭什么爹的药铺被行上司查封，而那个坏人苏小锦如今却这般风光？娘，那个苏小锦凭什么这么好的运气，真是让人看不过眼。那个苏小锦就是一时的好运气，误打误撞罢了，得了便宜还卖起乖来，简直和他的那个娘性格如出一辙。娘亲，可有些办法好好惩治一下那个坏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真想找他的麻烦，我们有的是机会。可是如今那个苏小锦已然可以随意出入侯府，要是他用那个狐媚样子去勾引侯爷，那我跟侯爷岂不是都没有机会了？婉婉，你对自己的容貌还没有自信啊？论长相，不比那个苏小锦差多少。他那穷酸样能入得了侯爷的眼？找个适当的机会，你也可以出入侯府。这事儿啊，急不得啊。好吧。小姐，从今往后，便随着我四处看看病患。你这个脑袋灵光，还可以为师傅我提供些宝贵建议。多谢师傅提携，小姐一定会为师傅争气的。这些日子，我还是在忙着治疗侯爷的病症。这样吧，你就跟着我一同进入侯府。小锦可是在怕侯爷？正是，师傅恕我直言，侯爷他好像并不喜欢我，毕竟这个不必担心，侯爷与你未曾谋面几次，因此存有芥蒂，也是在情理之中。放心吧，他不会针对你的。正好今日侯府来消息说丫头古瑶扭伤了脚，你跟我一同前去。好。怎么回事？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原本想着用竹竿将棉被勾下来，却不曾想棉被太高，竹竿也打不到。我便想着踩着墙上去，脚底一滑，猝不及防的就这样摔下来了。我看看有没有骨节错位的现象，应该只是扭伤。我带了红花油，你用几次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小姐，你轻点儿，这实在是太疼了。
动什么啊？这都是你平时活动不小心。我可告诉你啊，这几天你不能干重活，你若是缓不过来，我便再也不帮你了。你看，肿效下去不少。哎，还真是啊，小姐，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还以为我这个脚没个把月是好不了的呢。小姐，今天谢谢你。哎，不用谢，不用谢，我本来就是陆神医的弟子，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哪有什么谢不谢的。这些日子你来了，侯府中当真是热闹了不少，不像平常那般冷冰冰的了。本就是深宅大院，事后若是你有什么苦闷的事情，你就跟我说，我是绝对不会将此泄露出去的。侯府中的下人都说你人好，慢慢接触下来，才发现果真是这样。其实更多的我倒是期盼侯爷对我的态度有所改观，他那样拒人千里之外，即使我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也毫无方法。小姐，其实主子是个好人，只不过发生太多的事情，容不得侯爷做自己最想要做的事。你是说侯爷从前不是这样的？老侯爷是雄踞整个国都东段的摄政王，辅佐圣上执政，自少年起便有血压枪头马蹄轻的仕途，可是却无奈到了侯爷这一代，本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可却不曾想侯爷他自7岁开始身体便十分虚弱，而今状况每况愈下。本是唐家嫡长子，却是这般境遇，出生在帝王家本就无情，唐沐尘心中定然背负着极大的压力吧。唐家还有1位小姐和2位少爷，将来啊，这侯府之中也注定不会太平。真是高处不胜寒。唐沐尘的地位目前取决于他的身体状况，若是他一日不康复，那底下的庶弟便会虎视眈眈。侯爷自幼丧母，即使孟氏更是歹毒可恶。不过侯爷神武，孟氏即使再嚣张，也不敢造次。没想到侯爷还有如此遭遇，唐沐尘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只不过他身体虚弱，到底是先天影响还是后天造成的呢？其实我想报答侯爷救命之恩，我还想再和侯爷聊一聊，或许他的旧疾我能治好。真的？侯爷这会儿多半是在凉亭品茶，你可以去看看。好。你来这里做什么？回侯爷，师父让我给您送茶过来。放那儿吧，你可以走了。侯爷，其实民女并不可怕，我是真心想为你治疗一下的。本侯的病症，路线上都没有什么办法，你一个小小的女子又怎会有这种能耐？算了，本侯不想和你多费口舌。别碰我！男女授受不亲。唐沐尘的脸苍白的毫无血色，根据现在的临床经验来看，唐沐尘并不是单纯的虚弱，而是长期服用一种药物造成的效果。而且这刚才咳嗽了半天，却只是干咳，这种症状倒有点像现在的慢性肺炎。你，苏小姐，果然气息紊乱，这本就不是天生虚弱所导致的，定然是之前陆神医所说的被毒害而余毒未清所致的。苏小姐，到底想干什么？侯爷恕罪，民女也只是一时情急才会急忙诊治，您的病情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本侯的病症，连陆神医都不明白，你一个小小的女子，又怎能窥探其中各种缘由？苏小姐，本侯谅你刚刚研制药物治理城中病患，所以对你不加责罚，但不可有下次。侯爷，民女只不过看您终日痛苦，那些日子侯爷对我们姐弟2人有着救命之恩，小姐也不是狼心狗肺之人，自然不敢忘怀您对我们的恩惠，又怎会想着去伤害你的安危？你这是做什么？苏小姐，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是这病症确实无药可医，你若是没有银子，便从这侯府中拿吧。民女多谢侯爷如此救助，你是我们姐弟的大恩人，从今往后一定竭尽全力为你医治病情。苏小姐，你身为一个女子，这般指示男子，可是有失礼仪，你日后注意。侯爷的话，民女自然记在心里，请侯爷相信小姐，治好身体指日可待。师父，徒儿有话跟你说。哎，你这丫头一天神情慌张，或急或了的，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师父这些日子一直为侯爷诊治，现在效果是如何的？
虽有效果，但收效甚微。徒儿今日去见过侯爷，仍旧干咳不止。或许并不是你的汤药没有作用，而是现在的方法过于单一。我有一些别的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师傅自然知道你这丫头鬼点子很多，或许真的可以让侯爷不必这般遭罪。若是配合师傅的汤药，再加上平日里药膳调理，或许会有作用。可是，今日小锦也稍微为侯爷他把了脉象，发现身体里寒气积聚，再加上心情阴郁，更加不利于病情康复。或许除了刚刚所说的2种方法，再在平时沐浴里加入一些可以发汗的中草药，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缓解。徒儿今日前来是想恳求师傅同意这些办法。小锦呐，你这般忠心于侯爷，到底是为何呢？实不相瞒，侯爷是徒儿的救命恩人，徒儿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侯爷脱离苦海的。好，我的徒儿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如果所需草药，你就在医馆里尽管拿。师傅，徒儿定不负您所望。侯爷，这是苏姑娘为你准备的，说是和药汤一起搭配食用的。侯爷，苏姑娘说，若是您喝下，假以时日，定然康复。且不说好不好喝，单看这脉象，没法喝。别说喝了，现在闻一闻，已然是极限。撤下去吧。这是，属下这就将其撤下。这女人看起来精明得很，没想到将药膳做成这副模样。苏小锦到底是脑子有问题，还是故意为之？小锦，你这是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一直在为侯爷准备的药膳，要是搭配汤药服用，效果肯定很好。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怎么敢给侯爷喝这种东西啊？不知你的罪都已经是万幸了。好像还真的是，我一味的追求疗效，却忽视了这药膳的口感。苏姑娘，你做的这东西，侯爷他不吃啊。我这回算是失策了。小锦，我知道你医术高超，但是药膳的前提也得先是可口才行啊。怎么，你又要给本侯吃那种东西吗？侯爷您这是说的哪里话？不如侯爷再试一试，说是您还是嫌弃做的不好，那小锦自愿领受责罚。好吧，那本侯便再记你一次。希望侯爷可以病情得以舒缓，民女就先行退下了。味道竟然是难得的好，果然我倒是看清了这个小丫头。这几天我3天2头的研究新颖的药膳，唐沐尘虽然嘴硬，但每次都吃得一点不剩，咳嗽确实好多了。小锦，师傅快坐。师傅今日怎么从侯府回来了？莫不是侯爷的病情有变化了？是啊，这几日药膳调理，再加上汤药滋补，确实好了许多。但是想要彻底根除，还是要依靠其他的方法。或许可以试试推拿之术，通过安揉清肺经、天突穴、肺俞穴，从而达到养气调血、舒筋活络，达到止咳效果。好。往日这个时辰，苏小锦都会准时来送药膳，这几日也不知怎么，许久没来了。侯爷，该喝药了。先放那儿吧。怎么这几天都是你呢？之前那个丫头可是去哪里偷懒去了不成？侯爷，你说的是小锦吧？侯爷可是挂念我了。侯爷，我最近研究了新的推拿之术，保证让你的病情大有好转，延年益寿。推拿之术？住手！你一个姑娘家，这成何体统？哎，你才是不要乱动。你这丫头胆子是越发大了。小女子可没半分逾越的想法，只是这郎中医治病人本就百无禁忌，还请侯爷暂时只把小女子看作郎中便是了。小锦，小锦，出大事了！李大哥，发生什么事了？神色慌张成这样。小锦，你随我来。草药全毁了。侯爷沐浴用的药物还有药膳，可都指着这片地呢。可是这被毁得没有任何价值，又该怎么向师傅交差啊？
既然是有人故意挑事，那我便睚眦必报，奉还回去便可。小姐，那我们该怎么办？回侯府。侯爷这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属下还从未见过你有如此神情。没什么，你先下去吧。本侯也想自己坐坐。是，那有吩咐您便叫我。小姐，你可算是来了。我看侯爷正盼望着你来。哪有的事儿，肯定是这些日子病情好转了，侯爷才肯相信我。若不是竹侍卫帮我在一旁说好话，我跟侯爷之间的芥蒂也难以得到排解舒缓。这丫头就是古灵精怪的，也难怪侯爷喜欢你。快进去吧，已经等你多时了。侯爷可是有什么心事？没什么心事，不过想在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些物是人非了。师父告诉我，世间万物皆有变化规律，肯定也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侯爷不必往心里去，难得的是坚持本心。侯爷这2日胃口如何？每日被你的药膳摧残，还何来胃口好不好？那可真是委屈您了。只不过不管胃口好不好，只要吃得下饭就是好事儿，这样才好身体嘛。侯爷，你衣服怎么穿这么多？虽然容易排汗，但是肯定会让身体水分失衡，必定无力啊。你这是做什么？民女只是关心侯爷，若侯爷的身体水分失衡，补回来就更加不容易了。况且您的身体这般虚弱。苏小姐，本侯说过，不需要你这样做。更何况，男女授受不亲，你这样做，实在不成体统。侯爷，您这样的举动更不得体吧？你今日不必为本王推拿了，看你脸色也不好。想必是这些日子你操劳过度，本侯今天就允许你早点回家吧。本侯允许你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侯爷既然这么说，民女就该回去了。不过还有一事想要禀报。什么事？侯爷这些时日所用的药膳和沐浴所用的药材都是小锦药田所出，而昨天也就是这些星辰兰的收获之日，但是今天发现被人下了毒药。如今星辰兰颗粒无收，全部枯萎致死。无妨，这件事你不用担心，一切费用本侯承担。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啊！既然星辰兰价格昂贵，是世间少有之物，可是就怕有人借着星辰兰之事针对侯爷，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事儿。那依你所见，该当如何呢？民女想向侯爷借府上的家丁一用。都说人多势众，我倒是有个猜想，能够抓住幕后之人，只是身份浅薄，不足以震慑。好，往后府中的家丁任你差遣，你若真能查出凶手是谁，本侯重重有赏。那民女一定不负侯爷所望。苏小姐，本侯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解决之法。那个苏小姐，这次就算是举报了我，又能怎样？老子还不是休息几天，照样开门营业。而且这次我可是攒够了不少星辰兰，侯爷那病，只有我的星辰兰能治。哎呀，若是这次草药能够大卖，恐怕咱们李家的地位啊，能更上一层楼呢。舅舅舅母可真是如虎添翼啊！你来干什么？我为何而来？你心中自然是心知肚明。哎，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是一对枯死的星辰兰罢了，怎么是想找我买药？我种的星辰兰一夜之间全部枯死，是因为有人盗入了百草库。百草库？我不知道，你赶紧滚出去！这蝗虫之中，只有舅舅手里有百草库。你放屁！你这个贱人，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爹娘下的百草库呢？这就是证据，这手帕可是舅母身上随身携带的，可是今天早上居然出现在了药田中央，这帕子说明什么东西？不用我再多说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哎呦，诬陷！他这是诬陷我，我不知道。舅舅舅母，我如今只是在侯府讨口饭吃，你可知你们毁坏的星辰兰可是侯爷的药膳啊！小锦啊，这件事舅舅会好好调查。不过如今我这药铺里星辰兰还在售卖，
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好事啊！有这种大事，为何不跟我说？舅舅，说是你不把这星辰蓝全部卖给我的话，我就把这其中缘由全部告诉侯爷。侯爷明察，如何处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给你们一个推测，那就是你们的家底荡然无存，并且牢底坐穿。你这个小贱人，你凭什么？爹爹，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星辰蓝，怎么能给这个贱人呢？住口！要不是你和你妈这两个蠢货祸害了侯爷的药田，我怎么会把星辰蓝全赔进去？哼！你说什么？他居然斩获了所有的星辰蓝？对，侯爷，您有所不知，昨日苏小姐可是大展身手，不仅查出了毁坏药田的幕后真凶，而且还反将一军，让李家赔了个血本。好，本王倒还真是小瞧了她了。这丫头能力还真是不可小觑啊！还有，真是少见呢，侯爷很少这样夸过我。我可从来没夸过你，本侯几时夸过你了？你听错了吧？明明就有，侯爷还不承认，也算因祸得福。多亏侯爷府上家丁在昨日大显神威，这星辰蓝极其珍贵，是世间少有之物。今天晚上就为侯爷安排药浴，一定会将体内的寒气加速排出。好，那本侯就试试。好的，侯爷，今晚就给侯爷安排，到时候让竹林服侍左右，半个时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让竹林服侍？因为竹林是男子啊。竹林服侍的话，可以让您更放松些。无妨，本侯就要你服侍。每次沐浴，他都恨不得把我推得远远的，怎么今日就是这般？莫非是想捉弄我？那我倒要看看是谁捉弄谁。侯爷这般吩咐，民女岂敢不从？快去准备吧。好的。哼，除了耍机灵就是逞能，本侯倒要看看他能猖狂到几时。不紧张，不害怕，有什么可怕的？是他洗澡，又不是我洗澡。已然到了府里，为何不进来呢？侯爷可是准备好了？你再问本侯，进来吧。侯爷，民女已经准备好了，你脱下衣物进去泡澡便可。侯爷，你怎么不动啊？本侯可是点名让你来服侍的，怎么，脱衣服这种繁重的活儿，还要让本侯亲自来？你真的是傻，还是如何呢？你既是这样说，那我就明白了。侯爷终日穿的这般厚重保暖，保暖似银玉。哼，你好大的胆子！来吧。来吧。这唐沐晨竟然来真的，还真让我脱呀！我除了为自己年幼的弟弟脱衣服外，还从未接触过男人，这出戏可怎么演下去啊？怎么被点穴了？侯爷，你不是说过男女授受不亲吗？你这里衣之内没有多余的衣物了。我知道，继续。下去吧。这一大早聒噪，到底是谁呀？管家大哥，这一大早扰你清梦，确实是唐突了。我也是着急想来这府上。哎呀，那还请您多多包涵。原来是李馆长啊！哎，万事好说好说，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我这医馆之中新进了一批药材，得知侯爷近几日用药频繁，所以特此来送药的。侯爷可没说府上缺医少药啊。这不是前几日我家内人好心办错了事儿，明明是想拿助长的药，却误拿了百草枯，导致为侯爷提供的药田受损。今日特前来将功赎罪，也算是弥补了当日造成的缺憾。管家，这些药物我医馆分文不取，
只求您能够接受，给我们一个可以补偿的机会。啊，原来是这样。哎，那就留下吧。好，那在下就不过多打扰了。我一听见动静啊，就知道是你。每天清早这般勤劳，哎呀，都把侯爷的胃口给喂刁了。你这丫头莫不是和我混熟了？言语之间满是对我的隐晦之意。侯爷呀，他可是山珍海味都吃过，如今吃我这膳食，倒是委屈了些。哎，怎么少了一位去腥的呀？你先帮我看看火，我去取样东西，马上就回来。记住啊，千万不要往里面放任何东西。哎呀，你放心啦，我怎敢在侯爷的饭里面动手脚？去吧去吧。姑娘怎么会在这里？我还想问你呢，你明明是看门的，为何会到这药房里来？小人正在四处寻觅您呢。管家大人说有事要找你商量，说是什么月凤的事，这才派我前来。我知道了，那你就在此处帮我盯住火，等小景姑娘回来就好，你再离开，明白吗？好，奴才一定好好看管。哎，古瑶这丫头怎么行事这般莽撞？莫不是有事才出去的？古瑶这丫头怎么行事这般莽撞？莫不是有事才出去的？侯爷今日起得这般早，如今精神起色越发的好了。还得多亏了苏姑娘医术高明。侯爷，这药膳需要趁热吃，不要等它放凉了。知道了，放这儿吧。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忙吧。怎么今天的味道不太一样呢？师傅喝茶。师傅，大事不好了，还请您快去侯府看看。这是怎么了？你先慢慢说。侯爷也不知为何，现在情况并不好，病症全发，还请您快去侯府看看。侯爷这是中毒了呀？什么？这不可能！侯爷的一日三餐都是由我负责的，药膳也是步步把关，怎么可能中毒呢？正是因为你步步把关，侯爷才会中毒的。苏小锦，你简直就是居心叵测，胆敢在侯爷的药膳里下毒呀！李婉婉，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怎么心虚了不成？我看你就是勾引侯爷失败，恼羞成怒，在侯爷的药膳里下毒，你想要毒死侯爷呀？这点我可以作证。那次我亲眼看到苏姑娘和侯爷纠缠，侯爷不为所动，可苏姑娘仍然在纠缠，不依不饶。你血口喷人！这人证物证俱在，苏小锦，你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吧？管家还不派人把这个贱人给我压下去，免得日后呀，他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够了，侯爷现在状况不好，等他情况好转，我随你们处置。丫头，你放心，师傅我相信你一定是被人陷害的。不可再耽搁了。师傅，我现在需要银针，把侯爷体内的毒素都逼出来。哎，来。侯爷，你终于醒了，小锦没有害过你。侯爷，你可终于醒了，可把我给担心坏了。我的好妹妹，如今也给了你机会，把侯爷救醒了，真是给够你机会了。以后的日子，怕是要在牢房里度过了。带走。
侯爷，属下认为此事必有蹊跷，苏姑娘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你以为本侯不知？此事发生蹊跷，所有证据都直指苏小姐。这样，你跟古瑶在暗中调查，发现什么随时跟我说。果然貌美就是好福气啊！在牢房之中都有人惦记着你啊！这是谁送来的？侯爷府邸中的人送过来的。你这丫头真是好福气，如今这般时日都有人惦记着你。看来这牢房你也待不了几天了。侯爷府邸，唐沐尘，他那般冷酷无情，生性多疑，他怎么会惦记我呢？奇怪，何人在背后嘀咕我？侯爷，查到线索了，是李开元为了让女儿接近你，买通管家，安排小厮让其在苏小锦的药里下毒，栽赃陷害，然后李开元以此一举两得：一来你源源不断的买他的药材，二来李婉婉与您……混账！这管家中饱私囊，勾结外人毒害于我，连同那个小厮，即刻杖毙！这李家知法犯法，胆大包天，还敢诬陷他人，真是罪不可恕！一起打入天牢。是。备车。侯爷，我们要去哪里啊？去把小锦接回来。这么喜爱光，本侯带你出去享受个够，如何？侯爷，一向古灵精怪的你，怎么这般痴傻？我还真是你的劫难。侯爷，你是来救我的。苏小姐，你别忘了，你可是答应过我，会治好我的病症。怎么，如今被人陷害，便想反悔不成？侯爷，您的身体是不是？没事的。侯爷，身体虚弱成这样，怎么还来这儿啊？唐沐尘，唐沐尘，你醒醒！侯爷脉象平稳，我刚为他用了寻龙草，今晚呀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谢谢小姐。侯爷是为了救我才这样的，算下来这是第2次救我了。今晚就辛苦你看着侯爷，我还有事得回家一趟，小倩还在家里等我呢。放心吧。姐，小倩，小倩，你现在眼睛可以缝衣服了。姐，我现在眼睛可好太多了，看什么都可以看清。太好了，小倩，你这些日子过得可好？有没有受人欺负？没有，姐。这段时间除了李大哥前来照顾，侯爷府的人也经常来到此处。侯爷府也会带来好多吃食，那些吃食都很好吃，这些肯定都是侯爷安排的。这次一定要好好感谢侯爷才是。可是他这身体已经虚弱成这般，虽然不是一般药物可以治疗好的，哎，或许可以用药泉，绝对可以有所帮助的。用药泉水给侯爷熬鸡汤，肯定能大补。侯爷，这是我姐姐给您熬的鸡汤，说喝点滋补的，希望您赶快喝下去。现在你姐姐做的东西啊，本侯可不敢随便喝，要是一不小心又让人下了毒药，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侯爷，别担心啊，这次熬汤，姐姐是寸步不离的守在旁边，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侯爷大可放心。好，本侯一会儿便喝。哎，不行啊！姐姐说了，这汤里面放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嘱咐我要让我亲眼看到您喝下去才能离开。没想到你和你姐真是不一样，你姐姐古灵精怪，你却如此踏实诚实，难怪啊，她这么护着你。你却如此踏实诚实，难怪啊，她这么护着你。哎，对了，每日都是她来送药，今日为什么是你啊？哦，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越来越好，能看见东西了。姐姐便想为我寻求一个学堂，她说了，男子必须要读书，将来才能有前途。好，难得有这种领悟，所以你姐今天是去为你寻私塾之地去了？正是，姐姐清晨便去了。你去安排一下，给小千找一个好点的私塾之地。不行啊！你去安排一下，给小千找一个好点的私塾之地。不行啊！小千读差一点的私塾还可以便宜一些的。小千啊，若是要寻个前程，读怎样的私塾可是有很大的决定性作用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前几日啊，你姐姐受牢狱之灾，我是在补偿她。你呢，也是上学的年纪，我助你一臂之力，有何不可？只要你好好读书，不要辜负你姐姐的期待。侯爷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带姐姐去她最想去的地方。何人在此？何人在此？你这丫头神出鬼没的，来这里做什么？侯爷有所不知，如今正值盛夏，我看府中有很多下人中暑。年幼时娘亲做过刺梅汤，我想着做一些，刚好配着绿豆汤解暑。你这鬼点子倒是多得出奇，不过你可仔细些，刺梅汤易做，你若是不小心被刺伤，恐怕医馆都不会收留你。医馆不收留我，我还有侯爷收留我呀。哼，可会泡茶？略知一二。随我来，坐吧。侯爷真是有闲情雅致，找了这么一个环境优良之地，可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给我的。不然呢？你若是不要的话，本侯就收回来了。别，侯爷给的东西，小锦怎么会不喜欢呢？打开看看。侯爷，这里面可是有刺梅花和龙井。里面是碧螺春，本侯留着没什么用，索性啊，都送给你。多谢侯爷赏赐，你对我这么好，是我的福气。小姐，怎么了，侯爷？如果本侯离开这里，你会怎么办？如今侯爷痊愈，自然是要返回京城的。不过即使您不在这里，我和弟弟也会想您的。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侯爷不会是想要离开吧？不是，本侯只是想看看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丫头，舍不舍得本侯。侯爷，这样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怎么，这种小场面就吓到你了？在我这里，苏姑娘可是英明神武，无所畏惧呢。我这不是担心侯爷吗？侯爷今天是怎么了？又是送茶叶，又是送礼物的。那日从大牢出来，看你黑眼圈比较重，古瑶做了一个香囊，我吩咐他呀，给你也做一个。多谢侯爷了，小锦很喜欢。哎，对了，那日你给我做的鸡汤是用什么做的呀？怎么，你是觉得哪里不舒服吗？不应该啊，药泉的水应该恢复身体才对啊。不，恰恰相反，喝完那鸡汤之后，我的身体啊就恢复了，之前的所有虚弱之症啊也都消失了，感觉身体比以前更有力了。所以本侯想问问你，那鸡汤里加了什么？秘密，反正是好东西。你呀。对了，侯爷，听说李开元一家被打入大牢了。是啊，他们侵占你爹娘的房子和药铺都还回来了，我已经派人去修缮了，过2天啊，你便接手。民女多谢侯爷的大恩大德，民女此生都不会忘，只愿此生凭借医术护侯爷周全。来起来。好。姐，
你在那看什么呢？我都回来这么久了，你还是魂不守舍的。莫非这是侯爷给你的？你这孩子竟然这般打趣我，可我这般的，这怎么会是侯爷送给我的呢？瞧这绣工精湛，色泽鲜艳，是你古瑶姐姐送我的。不可能，姐姐，这种香囊我见过。我们书院有一位公子哥，他腰间佩戴的就是你这种花纹样式。这种花纹，好几个绣娘绣他个一日半日才能绣成的。再说了，这种金线也不是普通丫鬟能拥有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香囊肯定是侯爷想送给你的，就怕你多想，所以才编织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你不许胡说，姐，你真的要在李开元的医馆里卖药吗？是啊，毕竟多个医馆，就多个百姓看病的地方。以前是娘的夙愿，现在是我的毕生诉求。可是姐，李氏医馆之前闹出那么大的事情，已经无法再被挽留，现在的名誉那是功亏一篑。百姓真的会听我们的话吗？弟弟，你知道吗？这世间最难有的便是诚信，若是因为难以挽回而不去做，那就更不能成功了。以前声名狼藉是李开元导致的，现在只有我们自己掌握才能成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有空间，空间里全是各种药材，还有药泉。咱们开个医馆可不是轻轻松松的。我有一个法子，明天就实施。什么？侯爷，这是小锦姑娘给您做的玫瑰糕。侯爷，这是京中圣旨，召唤您回京的。时间一定要这么赶吗？侯爷，机会难得，我们要抓住时机啊！皇城之中听到您病症痊愈，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叫您回去。好，1个月后出发。是。好！这虽然换了招牌，可怎么说以前都是苏氏药铺，万一再卖假药可怎么办？是啊，这不是害人吗？在场的所有父老乡亲们，这李开元之前虽然卖假药，已然违背医者仁心之理。虽然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一概而论，大家依旧心有余悸，可是事已至此，已然无法挽回。我愿意免费为大家看病1个月，倘若致死一个人，我苏小锦愿意一命抵一命。免费看病，这得花多大成本啊？就是，这花费了精力和本钱，姐弟俩还怎么生活呀？姐，你这个承诺可是非同一般啊！你可想好了？放心吧，一切皆在掌握之中。苏姑娘还真是有趣，你有胆子给我们治病，我们大家还不敢让你治呢。都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交在你这黄毛丫头手中，岂不十分危险？这，你们不相信，可我老太婆相信苏家姑娘。她可是陆神医的关门弟子，治好了当今侯爷的病。如今，我愿意选择试一试。苏家姑娘，没关系，你就帮老身瞧瞧吧，也算是给大家伙打个样。让大伙儿都看看你的本事。婆婆，我一定会倾尽全力为你治疗的。婆婆，您咳嗽不止，其实是肺炎的症状。年轻时不加注意，老了更加力不从心，干咳不止，肺部也受了损伤。那咋办呀？每日服用3次，温水服用。哎，好。说是可以咳出黄痰，即可停止。到时候你来找我，我来给你新的药方。哎，好。姐，我怎么从未想到你治病的样子如此为我？你这小孩就你嘴甜。姐，那些药铺里面的药都是正儿八经从药农手里采购而来的，不计成本为人诊断，真的值得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这样想，我们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呢，来挽回前阵子消失的信任。
这样2相抵消也就值得了。你放心好了，一切啊都未来可期。嗯，小千，这么多药材，足够我用上3年的了。再加上林田3天成熟的技能，以后的药材啊根本不用购买。等以后苏药阁步入正轨了，肯定会越来越好。医馆生意回升也指日可待。你去把药材处理好。苏姑娘，神了，太神了！婆婆，你快坐。苏姑娘，不瞒你说，我这咳嗽已经被折磨了大半辈子了。这次喝了你给的中药之后，竟然一次都没有再咳嗽。苏姑娘，这一次我来就是再开几副药。没问题。按照我上次说的方子，再给婆婆抓10副药。是。苏姑娘，这次我一定要给钱，可不能再白拿了。这可不行，开业的时候都说过了，无论是谁来几次，这1个月都不要钱。妮娜可不能坏了我的规矩。好吧，苏姑娘，你是我的恩人，现在我就回村里，好好给你宣传宣传。那就多谢婆婆了。如果有寻医问药的，依旧可以过来，还有剩大半的时间，本医馆依旧免费。我问药，还有我，看给我看，慢点慢点，大家排队。给我老婆子看看。这苏药阁的苏姑娘真是神医在世。是啊，就算以后人家正常收钱，我肯定还会来。就是，苏姑娘和以前那个李开元，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算你这丫头有些良心，我还以为临走前再也见不到你。最近医馆实在是太忙了，有些分身乏术，这不一得空就来看你们了。哼，侯爷可在府中？话还没来得及和你说上几句，你这满心满脑的可全都是侯爷。侯爷在书房呢，直接去吧。来了，坐。侯爷，多日不见，你身体怎么样了？身体好多了。哎，最近苏药阁生意怎么样？我听竹灵说，你现在可是风头正起，以前被李开元败坏的状态，已经不再是一落千丈了。苏小姐，本侯还是小瞧你了。侯爷，我听古瑶说你要离开了，对吗？是的，要回京城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道，应该会很久。侯爷一路珍重。哎，小姐，你别难过。侯爷，你不会再回来了吧？瞎说什么呢？这里可是我母亲的家宅，本侯怎么可能会不回来？侯爷，小景会想你的。别哭了，你记住，本侯走后，绝对不可与旁人嫁娶，记住了。好，我不嫁。小锦呐，你如今也已18了，也该找夫君了。师父，你说什么呢？小锦怎么会去想这些呢？孩子，有些人虽然走了，但你要留意，你的身边还有很多旁人值得你留意。苏小锦，你不要再痴心妄想。3年了，唐慕辰你还不回来？京城百般好，你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你说过你会回来的，你还说不准我去嫁娶，千日之期已到，莫不是把我当傻子吗？小千，你真考上春闱了。姐，小千哪里敢骗你啊？是真的，飞光书院第1名的成绩，没有让姐姐失望。来，坐。过几天就是赴京了，姐姐陪你去。姐，去了京都，医馆该如何？若是医馆没人打理的话，我们千辛万苦挽回的口碑，不又是付之东流了吗？
傻孩子，哪里是功亏一篑？你一个人去那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你只要记得，不该你想的就不去想就好。这就是京城啊，好繁华呀。也不知3年了，也该向陛下请辞回凤栖县了。不知他可还好啊？真没想到，我这次因为殿试成绩优异，被特招参加宫廷夜宴。这是皇上器重你，你要坚持本心，好好报效朝廷，知道吗？你把他先带过去。对不起，是我来晚了。你还知道来？这3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当年回京后，朝中局势复杂，我一直未能脱身。我曾派人去凤栖县看过你，知道你开了苏药阁，很是为你高兴。我还以为你忘了。从未。我说过，让你等我。当年匆匆离开，也一直未能给你像样的信物。现如今，这个，你可还肯收？汤沐尘，你知不知道，这3年我有多难？我知道，以后有我在。小姐，你可愿意做我的妻子？姐，你就别害羞了，侯爷对你的心意，傻子都能看出来。就你嘴贫。不过他身份尊贵，我只是个农家女，会不会不妥呀？姐，你可别瞎想了。当年在凤栖县，侯爷根本没有在意你的身份，现在侯爷是排除万难来找你。再说了，姐姐医术高明，还有苏药阁声名远扬，哪里配不上她？古瑶，小姐啊，这么多年没见，我都快想死你了。快坐，快坐。怎么今天想起来找我了？还是因为侯爷。侯爷呢已经向陛下禀明，陛下呢也乐见其成，特许侯爷暂缓回京，先与你筹办婚事。小姐，你马上就要成为侯府夫人了。这金钗可真好看。喜欢。老板，把这个还有玉坠一起包起来。好嘞，侯爷。不用买那么多，太浪费了。只要是为你，也不算是浪费。好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来，喝了这杯酒，你便是我唐沐尘此生唯一的妻。小姐，往后余生，我定护你周全，不让你再受半分委屈。